他竟然想知道小莲姑娘长什么样子。这话又说回来，要不是她长得像，殿下怎么会喜欢？嘘。殿下怎么还不来呢？是因为军情繁忙吗？小淘气，害怕了吧？不用怕，姐姐送你上去。流星在夜空中沉默，一转眼变成了最远处的萤火，独自为黑夜闪烁，照亮了什么？或许是属于自己的传说。他长大了，还会回来看我们吗？会的。你确定？当然，这里是他们的家。他长大了还会回来娶妻生子，像我们一样开心幸福的生活。恨用来解爱情的渴，就让满天的萤火化作飞舞的烟火，就算剩下的光越来越微弱，就让前世的你我开出另一种结果，解开我们心中是你吗？是我的王妃又回来了吗？流星在夜空中沉默，一转眼变成了最远处的萤火。还好，没受伤。这里风凉。亮了什么？或许是属于自己的传说。一千年来看破，爱到飞蛾扑火，还说一笑而过，忽灭忽明的承诺，谁还会记得？恨用来解爱情的渴，不要再离开我了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一生一世，好不好？别这样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不会。
心中几千年的锁。就让满天的萤火化作飞舞的烟火，就算剩下的光越来越微弱，就让前世的你我开出另一种结果，秋千，开我们心中几千年的锁。解开我来啊，帮我推一把。几千年的锁。飞起来啦！小莲，过来试试。怎么，害怕了？这可不成啊！等我在湖对面建好了房子，你可是要经常过来这里的。放着这么好的秋千不敢坐，那可不划算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辛苦啦，你辛苦啦。好啊你，敢毁姑的脸！站住！站住！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来坐，我来推。那可不行，一个大男人做什么秋千？哎呀，快点吧！准备好啊，预备，走喽！走喽！青总，坐这边。啊。准备好了。预备。殿下有军情。青总，我恐怕不能陪你吃饭了。军情要紧，殿下不用担心，他们都会好好照顾我的。姑娘，后厨正在准备饭菜，姑娘稍事歇息，马上就好。嗯。是你？对，就是我。长公没告诉你吗？他还有个母亲。殿下的母亲？就是我。我是郡王府的夫人，也是长公的生母。那你为何在周国长安城外要杀我？我没有想过杀你，我只想抓住你，或者是伤了你，为了让你见不到长公。可是没想到，
严婉比我更加想杀你，连我出手都没能拉住你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你被人救了。那夫人为何不想让我见到殿下？你确实跟他长得很像。夫人，看来长公还是没有把实情告诉你。你以为这个连月小筑是为你盖的？卿所自知浅陋，从没想过殿下会给我盖什么宅子。那这满屋的兰花呢？还有墙上那幅画，你以为都是为你安排的？夫人在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你当然不明白。长公怎么可能告诉你呢？他之所以接近你，完全是因为你长得像他很喜欢的人。要说像，还真的很像。端木莲也很喜欢兰花的香味。就说这幅画吧，是长公请人为他画的。还有这处宅子，为什么叫莲叶小筑？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个莲字。长公想为他这位心里的嫦娥造一处宫殿，两个人恩恩爱爱的在一起一辈子。我不信。信不信由不得你，你大可以去问问这儿的仆人或者丫鬟，他们知道一切。这话又说回来，要不是他长得像，殿下怎么会喜欢？嘘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小莲姑娘没有跟殿下在一起？为什么？一个孤女能帮得上长公什么忙？长公是大齐的郡王，他是皇族，将来必定要做一番大事业，恩泽天下。能与他匹配的，自然是皇亲贵族。你觉得端木莲她配吗？我虽然不喜欢你，但现在我倒有些可怜你，因为在周国，你是大司空府的弃妇；在大齐，长公虽然待你很好，但话说回来，你只不过是个替身罢了。哼，好自为之吧。不会是真的？我不信！你骗人！原来你竟然不是我。好大的一片湖啊！你不是说喜欢临水的房子吗？所以我想在湖里种满荷花，这样来年就有藕吃了。好啊。还要在湖里养上鱼，再养上几只鸭子。好。那还有什么呢？你到底要养多少东西，种多少东西才能满足啊？够我们一辈子吃的呀！就在这里，幸福的一辈子。小莲，
下呢？我知道他回来了。殿下怕打扰姑娘休息，去了湖边。让满天的萤火化作飞舞的烟火，就算剩下的光越来越微弱，就让前世的你我开出另一种结果，解开我们心中几千年的我怕这是一场梦。梦醒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跟我来。流星在夜空中沉默，再讲什么？月人歌。今夕何夕，千舟中流。今日何日兮，得与王子同舟。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悦君兮君不知。青总，你是故意的。谁还会记得是啊，是有怎么的渴，就让满天的萤火化作飞舞的烟火，就算剩下的光越来越微弱，就让前世的你我开出另一种结果，解开我们心中几千年的锁。我只想听最真实的回答。你真的是喜欢我，才把我带到齐国来的吗？你喜欢的是我吗？青总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到底有没有想过，你喜欢的人是不是我，还是你只是以为你喜欢我？你到底是在欺骗我，还是在欺骗你自己？欺骗？如果不是欺骗，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，你喜欢我，带我来齐国，是因为我是我，我是袁清所，而不是别人。青总，我把我最珍贵的信物都放在了你那里，怎么会是欺骗？我说的是人，不是物。可在我眼里，那个信物胜过了很多人。可我听人说起过，郡王府内珠宝无数，像这种戒指，数不胜数。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我袁清所虽然没有那么多珠宝宝贝，可在我的眼中，人，我喜欢的人，胜过千山万水，胜过性命。我跨越千山万水来找你，我只想听你一句话，一句真心话。难道就连这样的一句话你都不肯给我吗？青所，哎，当心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水上好冷，不如我们去岸上。
他的心里竟然没有一丝一毫我的位置。他对我的好，就只是因为我是那个人的影子吗？你好幸福，能让殿下这么为你费尽心思，牵肠挂肚。殿下，还是奴婢来吧。小莲姑娘教过奴婢，这种花只有在晚上浇水，隔日才会开得鲜艳。奴婢会仔细照顾的。怎么？现在吃起一个死人的醋来了？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放手！青锁！兰陵王，人已带走。若想袁清所安然无恙，明日子时可以带离殇剑来交换。至于地点，明天天黑之后自会有人告知殿下。切记，只到子时。子时若殿下不到的话，袁清所必会魂飞天外。孰轻孰重，敬请殿下思量定夺。小牧尘，你是乖乖的待在这里，还是准备让我把你打昏再待在这里呢？你跟高长恭在一起，真是情真意切啊！你来这里，难道就是为了和高长恭双宿双栖的吗？唉，宇文邕真是可怜呐，连一个侧室都敢红杏出墙，投靠敌国。想不到你这么关心宇文邕的情绪。丫头，你选错路了。那高长恭心里永远深深爱着别的女人，而且任何一个人都取代不了他的位置。只可惜，那个女人已经死了。向无尘，你以为爱一个人就是这样的吗？因为想要得到自己深爱的人，就可以借着爱的名义做出伤害别人的事。没有那个人，他就会爱上我。这个怎么会在你手上？人都死了，还要这个东西做什么？你打他的时候，难道就没想到他会死吗？不可能！就算是身体可以撑下去，心也是会死的。不，我那一掌不足以要他的命，他不会那么容易死的。桃花已经死了，你知道他死前让我答应他什么吗？他让我守护你，不要让任何人来伤害你。在他生命消失之前，心心念念的人全都是你。对，是我杀了桃花，那又怎么样呢？那你呢？你又凭什么答应他来守护我？像你这样无情的人，根本就不配有人守护你。
你就守护你的妙无音吧。桃花姐姐真的是看错人了。对，这世界上瞎眼的人多的是。大周司空府的宇文邕也算一个。他不但被人玩弄，还心甘情愿、不顾生死的帮别人逃出长安城。怎么，不说话了？你这么关心宇文邕，你大可以去照顾他，去安慰他呀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能说出这种话？你是觉得特别对得起宇文邕吗？我自然是对不起宇文邕。不过，比起你对桃花姐姐来，相差何止千万。真不知道宇文邕现在听到你这番话会作何感想。只是可惜，他已经自顾不暇，顾不上你了。怎么，宇文邕他有危险？是不是因为宇文护？你如此关心他，自己去问问便是。你可别忘了，我是大冢宰府的座上宾，怎么可能给你透露消息？好了，你们一个宇文邕，一个桃花的，说起来倒都是深情款款。仙子，吴臣已经奉命将高长恭的心肝宝贝捉来了。妙无音，你这个狠毒的女人，你休想利用我去威胁殿下。这可由不得你了，那要看你在高长恭心里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，值不值得用离殇剑来换你？离殇剑？离殇剑怎么会在殿下那儿？你们找错人了吧？找没找错人是我的事，肯不肯拿离殇剑来换你，那就是高长恭的事。他是不会用离殇剑来换我的，你们死心吧。这也不是你能说了算的。就算高长恭为了离殇剑舍弃你，我也照样有办法拿到离殇剑。一切都安排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，就看该上当的人会不会上当。好，严婉，仙子，给我好好看着这个丫头。要是万一出了什么差错，后果你是知道的。是，婉儿必定尽心尽力协助仙子完成大业。严婉，你放我走吧。放了你，我恨不得杀了你。就算你杀了我，宇文邕也是不会爱上你的。哦，说说看，是我长得比你丑呢，还是武功不如你？因为你为人狠毒，心肠太坏。哼，袁清锁，看来你真是见识的太少，这就叫狠毒了。更狠毒的还在后面呢。夫人，还没打招呼就动手伤人，未免有点胜之不武吧？你一个大男人跟踪我一个妇人，鬼鬼祟祟的有何目的？明人面前不说暗话。夫人，我想要的是你手里的东西。你休想！那就各看本事吧。你这个卑鄙的小人，把你手里的东西交出来！做梦！
假的离殇剑在郡王府骗得了诸葛无雪，可骗不了我。姑娘，殿下都把元清所接进城里了，您还在这里给他绣衣服，您这是……我能怎么样呢？姑娘，风儿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我难受过，也争取过，可事实怎么样呢？现在我明白了，喜欢谁那是长宫的自由，我做好我自己的本分便是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想听，不想看。姑娘，你再这样下去，殿下迟早会被那个元清所抢走的。姑娘，你什么时候买了这么一条项链？喜欢他吗？喜欢他，就要替我做一件事。姑娘，你这是去哪儿？你待在这儿，说是房间，说是不好，哪儿也不准去。姑娘，姑娘这是怎么了？洛云姑娘，洛云姑娘这是怎么了？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。那还用说？谁不知道洛云姑娘是咱们夫人早就认定的王妃？现在横里插进个什么青锁姑娘来，我要是洛云姑娘，我想死的心都有。嘘，不要瞎说。参见大将军。洛云呢？洛云姑娘好像向书房的方向去了。下去。是。明月兄，还是没有青锁的消息吗？没有，我知道你担心青锁姑娘，我也派人四处搜寻，相信不久就会有消息。明月兄，有话请讲。青锁姑娘被抓了，自然令人担心。可是，你有没有想过洛云？她一个弱女子，长途奔波，旧伤未愈，再加上这些年来，她心里想的念的都是你。出了这样的变故，你让她情何以堪？洛云人呢？洛云刚刚去了书房。出去。云姑娘。出去。哦，是。真是狡猾。洛云，洛云，洛云，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来看看有什么可打扫的。这种事让下人来打扫就行了。洛云，我知道这阵子你吃了不少苦。长公，我。离殇剑在哪儿？离殇剑？你怎么会突然问起这个？啊，没什么，人多眼杂，我只想殿下把离殇剑放好。哎，洛云，你
怎么了？是不是旧伤复发了？我没事，头疼。来人，快来人！殿下，洛云不舒服，快叫大夫来。是。不用你管。现在你居然把离殇剑藏起来，都不告诉我在什么地方。洛云，你以前从来没有关心过离殇剑。你是为了元清所，藏起了离殇剑。洛云，窦长恭，你扪心自问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我恨你！洛云，洛云，殿下，有人送来了这个东西，要属下交给殿下。送东西的是个小孩，放下东西就走了。夫人呢？夫人早上坐着轿子出去了。快派人去找夫人，就算把整个金庸城翻过来，也要找到夫人。是。马上便要日落了，不必担心，夫人的本事你是清楚的，未必会出事。他们让殿下用离殇剑去换夫人，这是随信送来的，是我母亲的东西。夫人在他们手里，不知道会怎样。我也在担心，不过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母亲的饰品在他们手里，这些人不可小觑。禀告殿下，东郊和西郊都没有找到夫人，再找。是。长恭，怎么办？一个东郊，一个西郊，都在今夜子时，都是要用离殇剑去换。我到底该怎么办？看来你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了。既然夫人知道，何不把离殇剑痛痛快快地交出来？夫人，那个袋子是个累赘。你玩够了没有？不想死的话，就给我让开。夫人好身手，可是用在自己人身上，真是可惜了。谁跟你是自己人？你跟妙无音纠缠不清也就罢了，为什么要在这里跟我过不去？四大护法本是同气连枝，就是一家人，可这样自相残杀，真是何必啊？少废话，谁跟你同气连枝？给我闪开！夫人何必着急走呢？夫人手里的离殇剑可是和镇魂珠齐名的天下至宝，多少人在虎视眈眈，天罗地宫有一统天下之谜，又有多少人想一窥究竟？离殇剑本就是天罗地宫之物，夫人不如把离殇剑交出来，由我们四大护法一起保护，合力打开天罗地宫，将里面的神器交给明主，让真正的王者一统天下，这样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居，才是你我四大护法的职责所在。哼，我不知道你们四大护法究竟怀有什么野心。不过照你这么说，也算是至仁至义之人。不如我们合作，你帮我拿到镇魂珠，我和你一起打开天罗地宫，拿到统一天下的秘密，怎么样？夫人真是爽快之人，这么看得起在下。那敢问，夫人打开天罗地宫之后，夫人又要怎样呢？我自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，不像你们天罗地宫的有些人，不知藏了多少野心。哼，我们天罗地宫的人，夫人，你可真是把自己撇得干净啊！那敢问夫人，离殇剑是怎么在夫人手上的？离殇剑是天罗地宫的镇宫三宝之一，由四大护法监管。13年前，离殇剑不翼而飞，四大护法当时都在一起。离殇剑可是夫人的心头之宝啊，不会不知道它的来历吧？我又不是天罗地宫的人，我怎么会知道？表面上看，
桃花确实是天罗地宫的玄武卫护法，可明眼人都知道，按4大家族的家谱来看，一是桃花的年龄太小，二是桃花的分量太轻，根本不足以做玄武卫护法。我猜是有人在桃花小的时候就收养了桃花，暗自替换，做了玄武卫护法的替身，而这位玄武卫的真身就躲在暗处，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！你跟妙无音到底玩的什么把戏？是有把戏，但要看夫人来不来阻止了。来不及喽！别看了，你一定很奇怪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来告诉你，这里是个地牢。看到那道火线没有？火把燃烧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差不多就是子时了。火就会点燃这道火线，火线燃烧起来就会点燃这些柴火，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，火会把你整个烧起来，直到把你烧成灰烬。你别妄想了，殿下是不会来救我的。长公，你真要这么做？我必须这么做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样一来，天下的人都会知道离商剑就在金庸城，在殿下手里藏了这么多年。夫人为什么会这么做？是因为他不想别人知道离商剑竟然插在城墙上。殿下天生神力，除了你，没有人能拔出离商剑。此剑一出，一定会坏了金庸城100年的基业。这面墙势必会成为金庸城的弱点，只怕强敌来袭，万万难守。物毕竟是物，再贵重也比不过人。我拔剑离去的时候，你就带领所有将士及时的修复城墙。夫人会怎么想？这些是她不惜一切代价换来的。别说是一把离商剑，纵使是用我的性命去换，我也会让我的母亲平安回来。子时就快要到了，还没有母亲的任何消息。无论如何，我要一试。长公，闪开！我要去救人。你等下去。是。长公，东郊和西郊相距甚远，不如找人假扮，不然来不及啊。掳走青锁的是天罗地宫的人，派去送信的虽然到现在还没有查清楚，可敢与天罗地宫对抗，绝非泛泛之辈。若被看穿，母亲和青锁恐怕有危险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先去西郊。西郊？先有父母，后有长公，我不可能不救自己的母亲。那青锁姑娘呢？先去西郊救出母亲，再赶往东郊救青锁。西郊与东郊相距甚远，来不及的。那就看天意吧。长公，不如多派人手，跟随前往。天罗地宫的人不比战场上的敌人狡诈多端，手段很多。他们都是冲我来的，人人都有父母，何必为了我而丧失其他人的性命？信上说了，只准我一个人带着离商剑去，不要因小失大。长公，不必多虑。大将军，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殿下去送死？马上调集精锐，若有不妥，不惜一切代价救回殿下。是。你居然没把离商剑带来，
洛云知错，长公不肯告诉我李尚健在哪儿。你没趁机向高长恭出手，你的心智已经被我控制了，居然还能保护高长恭，看来你对他还真是情深意重啊！哼，正好，那个姊妹我懒得去抓她，你就来做我的诱饵吧。我倒想看看，在高长恭的心里，你和袁清所，谁更值得用那把离殇剑来换？马上就要到子时了，这火把做的还真是准确，只怕再过一会儿就能点燃下面的火绳了。袁清所，你的兰陵王还是没来救你，你可怎么办呢？虽然我不喜欢你，可看着你就这样死去，我的心里倒还是有些不忍。你下毒手害死桃花姐姐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不忍？不要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。哼，说的也是，像我这种时时刻刻想着把你赶走，把大司空夺回来的人，你自然会把我想得十恶不赦。也罢，你就当我是来看热闹的。说吧，你有什么临终遗言，我来帮你带给阿雍。哼，那都要谢谢你了。我倒真有一句话要你带给我。就算是我死了，也不能娶你这个毒如蛇蝎的女人。你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只可惜你这句话，我是不会带给大司空的。袁清所，你现在可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了。看看这时候，你的兰陵王、你的夫君都到哪儿去了？不过别急，这火呀会从外围一点点烧上来，不会很快烧到你身边的。你有足够的时间想想，你这辈子到底做错了些什么？吁！月出皎兮，鲛人寥兮；疏遥纠兮，劳心翘兮。殿下，这么行色匆匆，岂不辜负了今夜的美月？姑娘，孤已经把离殇剑带来了，约定要换的人呢？殿下真是扫兴，本仙子与殿下约定的是子时，现在时辰还早，不如……人呢？殿下火气可真是有些大，何必这么着急呢？人就在里面。你敢骗我？本仙子不敢。殿下先看看这个人是谁，值不值得殿下来西郊一趟？长公，洛云，长公，你快走！这个女人恶毒得很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把我捉到了这里。快走！这小美人心里装的可都是殿下，自己都命悬一线了，还想着让殿下快走。你把他怎么样了？我知道，离殇剑在殿下手中，任何坚固的牢房和机关都挡不住你。可是郑洛云他中了毒，生死就在片刻之间。殿下究竟是想留住手里的离殇剑，
还是用离殇剑来换解药，救他的命？我母亲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也许他已经逛累了，回到了郡王府。殿下，难道你还在失望？躺在这里的不是你的母亲？你把我母亲怎么样了？没怎么样。我也不想把她怎么样。她就像个带刺的刺猬，我嫌捉她太麻烦，就临时换了人。怎么郑洛云的性命不值得你用离殇剑来换？还是殿下，在你的心里，郑洛云比不上袁清锁？原来清锁也是你们抓走的。姑问你，姑的母亲在哪里？清锁又在哪里？你凶我！哼，离殇剑果然厉害。你竟然敢戏弄姑！你既然已经掳走了清锁，为什么还要用其他人来威胁我？戏弄你又如何？我是看这个丫头不死心，想帮殿下做个决断，让殿下你当这丫头面做出选择，你到底是喜欢她，还是喜欢袁清锁？只可惜，一把离殇剑只能换一个人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妙无音这辈子最爱干的就是让有情人受苦。这个解释你满意了吧，殿下？子时就快到了，子时一到，大火就会立即燃起，到时候你的袁清锁就性命不保了。殿下，我劝你还是早做决定吧。你就不怕我用离殇剑杀了你？杀了我？哼！殿下，你还不知道我妙无音的厉害。就算你杀了我，你也要眼睁睁地看着郑洛云、袁清锁死在你的面前。长公，你快走，快拿宝剑去换清锁姑娘，快走！殿下，他们的性命可都掌握在你的手中啊！子时马上到了，他坚持不了多久。洛云，你怎么样了？剑要拿来！剑拿来！不，千万不要！我不值得你这么做。洛云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送死。离殇剑啊，离殇剑，你终于到了我的手中。高长恭，不讲信誉，说好了一个人前来，你却带了一队人马。不过没关系，本仙子功成身退了。洛云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殿下，洛云为何在这儿？夫人呢？我去救清锁。殿下，这里距东郊甚远，现在已是子时，就算你赶过去，也救不了人了。殿下，所有人听着，即刻收兵，速回金庸城守卫王府。你们任何人都不许跟随姑，军令如山，违者斩。是。洛云，表兄，我坏了长公的大事。
表兄，都是我不好，你快去帮帮长工。军令一下，看来长工是要一人孤身犯险了。表兄，我不是军队里的人，我可以不听他的号令。陆羽，表兄，是我害了长工，我就是死，也要跟他死在一起。表兄，我求求你，长工本该用离殇剑救回青锁姑娘的，现在却换回了我，他没有对不起我。这个你要去，保护好自己，照顾好殿下。表兄，快！这。袁青锁，没有人会来救你的，你认命吧。你终究不是兰陵王最爱的人，你只是一个影子，一个替身。你认命吧。说来说去，袁青锁跟我好歹也算姐妹一场，看她这样的下场，我也不忍心。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他活着，就是我跟阿庸之间最大的障碍。袁青锁啊，袁青锁，这怪不得别人，要怪，就只能怪你自己的命不好。是吗？青龙护法，现在子时已经到了，想必你的主子已经拿到了离殇剑。我这会儿带袁青锁走，不会误了你的事吧？婉儿不敢，只是这会儿牢房的大门已经关闭了，牢房的大门是金铁锁住，没有离殇剑是打不开的。我不信妙无音会不留一手，是你自己说，还是让本护法逼你？跟我来吧。从这里也可以进入到牢房，不过火早就已经点燃了，只怕袁青锁是没救了。要是袁青锁被烧死了，我让你和你的主子一起偿命。妙无音，居然敢欺骗我儿子，骗走了离殇剑！这个混账，我迟早跟你算账！殿下已前往东郊牢房，在下担心殿下再次中计。备马。吁！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是一座荒山？牢房在哪里？萧无尘把青锁带到哪儿去了？青锁，长工，青锁，长工，长工，长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任何人都……你救了我的命，不管你说过什么，我都会跟来的。是我不好，耽误了你救青锁姑娘的时辰。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快回去吧，这里不安全。你对我的恩情，我三生三世都报答不完，我心存感激，也自知有愧。是我对不起他，害了青锁姑娘。我不能再看着你有危险而无动于衷。走了，长工，长工。
起，往大慈空府相反的方向跑，这样才能引开他们，再去大慈空府。在那边。长公，长公，小莲，长公，不要去！长公，不能去！小莲，长公，长公，你这是在找死！出去，出去！小莲，出去！是不是他？是不是他？是不是？长公，里面什么也没有。长公，长公，你的手！我不能让他死！长公，长公，那你就可以看着金庸城全城的百姓全部死去吗？你拔出了李尚健，我不怪你；你是为了救母亲，这我都不怪你。我本想把他们引开，却中了他们的计。可你想过没有？金庸城没了李尚健，城墙上出现了裂缝，现在任何一个强敌只要一攻，金庸城就无法保护城内的子民。你忘了你是如何才回到你父皇的身边吗？你发过誓的，要好好保护齐国的疆土，保护齐国的子民。长公啊，长公，你看看，你自己看清楚，这么大的火，袁清所有多少生还的可能？堂堂的兰陵郡王，你就这样抛弃全城的百姓，追随一个他而去吗？你醒醒吧！这是哪里呀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不是在牢房吗？难道我被烧死了？这里是天上。唉，天上再好也没有他。殿下，我元清所虽然没有那么多珠宝宝贝，可在我的眼中，人，我喜欢的人，胜过千山万水，胜过性命。我可以跨越千山万水来找你，我只想听你的一句话，一句真心话。难道就连这一句话你都不肯给我吗？清所，算了，我在他的心里不过只是一个影子罢了。诸葛公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清所姑娘，这里是我的家，你尽管放心住下。我估计你也该差不多醒了。这是我帮你熬的养伤汤剂，你喝了会好很多的。谢谢诸葛公子，你又一次救了我。可惜，我知道消息迟了些，未能及时赶到东郊牢房，让姑娘受苦。清所，清所姑娘，还是不要多说话了。你被烟气熏了喉咙，需要养一养。清所姑娘，我看还是把以前的事情忘掉吧。从今天开始，在我小春城里，在我朱葛无雪的面前，我不会让你再受苦。姑娘，想不想出去走一走？今天是小春城的正史节，这里的人都说，如果在正史节能看到院子里的花开了，就会遇见好事。
始节。对，400年前，我的祖先来到这里，建筑了小春城。本来只是一处大的宅院，不过后来人丁兴旺，再加上祖辈世世代代为人善良，周围村镇若有贫瘠灾荒，必定按时救济。后来，不少外乡人也投奔到小春城，因此人越聚越多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城。先辈把来到小春城定居的那天定作庆祝日，也就是现在的正始节。青锁姑娘，想不想跟在下出去看一看？我觉得倒应该出去看一看，说不定能遇到什么好事呢。我想在房间里休息。来吧，你都没看，怎么知道值不值得去看一看呢？我保证你不会后悔。好吧。来，请。青锁姑娘，你是小春城的贵宾，自然会受到不一般的礼遇。青锁姑娘，请。青锁姑娘。花果然开了，这棵大树据说有400年了。只要能在正始节看到它开花，就一定能遇到100年一遇的好事。你猜是什么好事？几说？这是小春城的镇城至宝玉灵芝，吴雪想以此作为聘礼，向青锁姑娘求亲。什么？吴雪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以镇城至宝玉灵芝为聘，向青锁姑娘求亲。嫁给城主！嫁给城主！姑娘，哎呀，怎么晕了？啊，怎么办？来人！城主，城主！城主，要不要请大夫啊？青锁姑娘看样子病得不轻。不用，我就是最好的大夫。青锁姑娘无恙，只是受了惊吓，体力不支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青锁姑娘，小春城的后山山顶有一棵100年茶树，凡是采茶的人必须身轻如燕，攀爬到绝顶，才能见到茶树。且这茶树怪异，不喜男人。即便是女人，若用肌肤碰过，茶叶则顿时枯萎，色香全无，只能以口叼茶树嫩叶至囊中，才能带回山下好好烹制。为保留其清香气味，在下特意训练了几十名年方及笄的女孩子，分批上山采茶。今年已经入秋，不过才积得1小杯茶叶，再配上西峰顶的天然雪水。茶水清廉，香气四溢。青锁姑娘，不想尝尝吗？诸葛公子，只怕我无福消受。姑娘，说的是茶还是人呢？若姑娘说的是茶，大可不必放在心上。有茶树就有茶，就算姑娘把这里的茶全喝了，明年开春，在下还有茶喝。若姑娘说的是人，在下惭愧。吴雪性急，唐突了姑娘。吴雪在这里向姑娘赔罪。哎，诸葛公子不必如此。是我
是我对不住诸葛公子。只是我现在还是周国大司空府侧室的身份，也有诸多不便。姑娘多虑了，嫁给周国大司空宇文邕，只是个计策。在下知道，青锁姑娘与宇文邕绝无交集。你怎么知道？对姑娘一见倾心的事，只怕姑娘是不肯相信了。在下是小春城的城主，就算不是为了自己，为了小春城的将来，也势必要将即将作为小春城城主夫人的人身份背景查得一清二楚。那你还知道些什么？在下还知道，本来昨夜高长恭应该拿着离殇剑去东郊牢房去换姑娘，可是他居然迟迟未到。怎么，你连这个都知道？对，我还知道，你虽然以周国大司空府侧室为借口回绝了我，但你不愿意接受在下的真正原因，恐怕是高长恭吧？那请问公子，我们只见过几次面，你就唐突提亲？难道你认为我会因为高长恭没来救我而伤心，转而嫁给你吗？以姑娘的性格，自然是不会。既然公子知道不会，那又何必为难我？我只是表明我的真心罢了。至于接不接受，全凭姑娘做主。当真？当真。依我所见，姑娘不惜跳窗逃走，怕是想去找高长恭问个清楚吧。我又有什么资格去质问他呢？我不过是担心我的身世，其他事情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。青锁姑娘果然冰雪聪明，依在下看，没必要去质问高长恭，因为高长恭根本就没喜欢过姑娘，对姑娘的好全是假的，都是为了得到镇魂珠。你撒谎！是不是撒谎，姑娘稍后便知。据我所知，高长恭心中另有所爱，不然昨夜高长恭断然不会弃姑娘于不顾，反而去了西郊地牢，用离殇剑换走了郑若云。什么？姑娘要是不信，尽管去金庸城打听打听，小春城的大门随时为姑娘而开。这是我的事，就不劳城主费心了，我也不便再在这里多做打扰。青锁姑娘是小春城的贵宾，进出自由，任何人见到必行方便，不会阻拦。姑娘请。公子就这么放他走了？当然。那岂不是煮熟的鸭子都让他飞了？哼，飞？我已经拔了他的羽翼，伤了他的心，他还能飞去哪里？殿下，属下得到消息，有人说在小春城见到青锁姑娘。确定？确定。据探消息的人说，那个人就是青锁姑娘。你们在府里等候，姑去小春城一探。是。参见夫人。可探到了消息？回夫人，青锁姑娘应该在小春城。小春城也是人人能去的地方。这孩子迟早会闯出大祸来。我这是又走回原地了吗？啊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啊？唉，怎么连这竹林也要跟我作对？袁青锁啊，袁青锁，迷失了本性也就罢了，你居然连一片林子都走不出去。
该到哪里去？我该去做什么呢？小春城不能留，金庸城呢？那里也没有人会欢迎我吧？大司空府？哎呀，我怎么会想到那里？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走出去。请开下城门，在下有要事进城。今日城中有事，还是改日再来吧。在下有要事，求见你们城主。求见城主？我们城主很忙，没空见你。我是大齐兰陵郡王，速开城门。哎呀，大齐兰陵郡王就威风了。咱们小春城地处州级交界，谁都管不着。别说只是个郡王，就算是皇帝来了，那也得咱们城主答应了才能开城门。哼！出千军万马尚且不怕，难道会怕你一座小春城？殿下，我知道您的威名，您兵多将广，不过你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就因为小的不给您开城门，您就率兵攻打小春城，师出无名，那可不是您兰陵郡王的作风。好，你不开城门，我就自己上去。大公，殿下，今日小春城确实不方便大开城门，您要是敢爬城墙，就别怪小的不客气了。殿下，听小的一声劝吧。小春城除了这个城门进出，两面都是高耸入云的山峰，殿下就算是想翻山进来，也是进不来的。还是等改日城门开了再进城吧。这样，做得不错，城主会好好赏赐你的。他是不是走了？走？城主早就算好了，他走不了。小小山谷，能挡得住孤？青锁！青锁！殿下找的可是这个吗？俗话说，关心则乱。久经沙场的兰陵郡王，居然没有看出来是有人假扮的青锁姑娘。原来是你。青锁呢？不错，正是在下。不止刚才的青锁姑娘是在下让人假扮的，就连东郊牢房里的女人尸体也是在下令人放进去的。郡王府与小春城素无瓜葛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郡王府与小春城素无瓜葛，真的吗？有人传消息说，青锁在小春城，请城主把人交出来。殿下的反应真是让在下诧异。殿下是想找我算账吗？真是可笑啊！殿下，细想起来，可是殿下放着青锁姑娘不闻不问，用离殇剑救了别的女人。殿下有没有想过，这消息若让她知道了，
该让他情何以堪呢？这是我跟青锁之间的事，与你无关。快把青锁交出来！殿下应该对我礼貌些才是。要不是在下及时赶到东郊牢房，你可是不知道，当时火焰遍地，在下要是迟到片刻，他就真的变成焦尸，在那牢房里永远都出不来了。刚才是你下令紧闭城门的吗？殿下果然聪明，诸葛无雪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好，既然你承认是你做的，那就证明青锁果然在小春城，否则你可不必大费周章把我引到这里来。看来我想做的都逃不过殿下的眼睛。也罢，我就实话实说了，青锁确实在小春城，不过我与青锁早有婚约，还望殿下成人之美。什么？殿下没有听错，青锁跟在下自幼定亲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。他之所以接近殿下，完全是为了得到你手中的离殇剑。青锁对我一往情深，为我可以不惜一切，就算当初嫁给宇文邕，也是为了替我打探镇魂珠的事情。不许你侮辱他！不要再骗我了。话说回来，我并不在意什么离殇剑，什么天罗地宫，我只想与青锁安安稳稳地在小春城过日子。如果青锁得罪了殿下，在下在这里替青锁赔个不是。如果殿下答应青锁，前嫌不记，再不相见，我倒是可以打开城门，欢送殿下。要是姑不答应，那无雪只好让殿下看看，小春城到底是不是一个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。放肆！快把人交出来！殿下既然这么不肯给我面子，那我就只好奉劝殿下，好好冷静一下。我还以为姑娘认得路呢，不想姑娘却绕到这儿了。这里是出不去的，姑娘请跟我来。你有没有听到铃声？我想知道，这铃声是从哪里来的。我还以为姑娘听到这铃声，就会明白我为何要向你求亲了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罢了。姑娘心里装的不是在下，在下又何苦咄咄逼人呢？姑娘不认得这个了吗？站住！别跑！快走啊！我跟你们拼了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待在这儿不要动，千万不要出来。在这儿呢，在那边，追！待在这儿，站着！知道了吗？杀光了，混账！叫你们找人，为什么把人都杀光了？主上恕罪，刚才小的查问的时候，他说他们家姓侯。对，这妇人狡猾。主上放心，这家还有个女孩，可能没死。马上去找，断了这缕血脉，小心我要了你们的命！是。
在下不该提起姑娘的伤心往事。不，这金锁为何会在你手里？姑娘真的想不起来了吗？啊，想必是失去记忆的缘故。这枚金锁原本有2个。2个？对，姑娘家与我家本是世交。你我年幼时，家父与你爹商定，以这枚金锁为凭，为你我定下了婚事。这枚金锁，我自幼带在身上，不敢烧离。另外1枚就给了你，算是定亲信物。之后，父亲回到小春城，接替了城主之位。本想等你我成年之后，立即去江陵迎娶。没想到，在你我5岁那年，噩耗传来，江陵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。不，你别说了，你别说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小春城从未忘记过你。这10几年来，诸葛家一直在寻找你。也许这就是缘分。我初次见你，就觉得你格外亲切。当时我还不知道那就是你。后来，我四处打探，探听出你原来是周国大司空府的侧室。我很难过，接着就查访到你的身世。我发誓，我这辈子无论如何非你不娶。一时情急，在救下你之后，就当面向你求亲。不，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这金锁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你难道不记得了吗？袁青锁，你醒醒吧！你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。高长恭不值得你去托付终生。昨夜，他没有到东郊牢房救你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在他心里，你连一个郑若云都比不上。你，还有那个宇文邕，他父亲宇文泰杀了你全家，掳走江陵10万百姓。枉你对他那么好，尽管不情愿，你还是帮宇文邕维护宇文昱。他们是你灭门仇人的儿子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不要再说了。青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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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青锁。快去，把我收藏的千年人参拿出来。是。给城主。青锁，青锁，不要再说了。殿下救我！殿下，青锁，青锁，刚才是做噩梦了，想必是身子太虚了。这是我让下人熬的参汤，你喝了会好些。一会儿我开个方子，熬一些定神宁气的药，喝了就好了。要是你不想喝，等会儿再说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姑娘，还是不要想这些了，养好身子为重。一时间发生这么多事，谁也承受不了，更何况一个弱女子。是吗？是真的吗？真的。倘若姑娘要是不信，
我不信。不信也好，等你把身子养好了。你骗我的，你是想留下我，你想把我留下来，让我嫁给你，所以你骗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养好身子，我绝对不会逼你。只要你养好身子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这个，你先拿着，我绝对不会用自由定亲的事来逼你。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了，再拿出来。来，把身躺先好了。一会儿就好了。见过吴雪公子，姊妹等候多时。若是按照惯例，我是不是该称呼你一声前辈？姊妹不敢。不知夫人到寒舍来有何贵干呢？小儿无知，得罪了公子，求公子手下留情。哼，原来是替高长恭求情的。我知道城主的本事，自然并无他想，只求城主放小儿一马。我答应城主，只要放过他，小春城和郡王府井水不犯河水。难怪高长恭这么不知天高地厚，原来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母亲。城主何出此言？姊妹，我佩服你胆敢只身来闯小春城，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妙无因为何要劫持元清所和郑洛云，夺走你的离殇剑？是因为妙无因和香无尘早就断定了桃花不是真正的玄武卫护法。那请问前辈，你能告诉我，谁才是真正的玄武卫护法？要不是我在绿幽林里困住了你儿子高长恭，想必你也不会来见我。但既然来了我小春城，还不以真实身份相告，是没有诚意呢，还是你打心眼里就小瞧本城主？诸葛城主，我来这儿不过是向城主求情，并没有示威的意思。城主又何苦咄咄逼人呢？走吧。
想来城主早已知道我的身份。我的确是天罗地宫的玄武卫护法真身。这么说来，你承认了？那你为什么不以真面目示人呢？我发过誓，除非我死，否则我不会摘下面具。好，那就不用摘下面具。不过，本城主不能凭你一句话就相信你是玄武卫护法。你有什么凭证？我当年安排了桃花，在天罗地宫代替我的位置，故意造成4大护法都在一起的假象。我趁机盗走了离殇剑。离殇剑在郡王府的掌控之中，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好大的胆子！这是我一个人的事，跟长宫无关。我只求你网开一面。看来，你为了这个儿子，什么都肯做，不惜牺牲自己。也罢，我就给你个机会。不过，你也知道，元清所眼下就在我城主府。城主放心，长宫不会夺人所爱。我知道你的秘密，怎么现在肯放弃吗？城主眼明心亮，自然知道，没有一件事，没有一个人，比我儿子更重要。好，那就烦请玄武卫护法跟在下做个交易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多谢城主不杀之恩。母亲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赶快起来！这都是拜你所赐。夫人知道你闯了大祸，才不得已纡尊降贵，卑躬屈膝地向我求情。你这卑鄙小人！长公，你要是还当我是你的母亲，就不要乱动。母亲，这……多谢城主网开一面。元清所是我的人，请夫人奉劝殿下离他远一点，否则清所听了我的命令，亲手杀了殿下，夫人可不要怨天尤人哦。让我杀了这个颠倒黑白的贼人！长公，要杀就先杀了我。母亲，长公，难道你不知道母亲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吗？殿下的火气还真不小啊！今日我网开一面，他日势必会灭了我小春城啊！姊妹愿用性命担保，长公若与城主为敌，姊妹不等城主责难，必定会自裁谢罪。母亲，你这样叫我还有什么颜面苟活于世？殿下，请想想，您跟夫人连离殇剑都没了，还有什么资格跟我斗？加上昨夜殿下没有到东郊牢房去用离殇剑换元清所的性命，他凭什么还回到你的身边跟你虚以委蛇？这会儿恐怕他连剑都懒得见。我不信！有胆子，你让清所来跟我当面对质。好，我给你个机会，夫人可别忘了答应过我的话。是，姊妹会竭尽全力相助城主得到镇魂珠和离殇剑。殿下不是想见他吗？就请移驾城主府。
殿下，这是解毒气的药，除了小春城这有，在哪里都找不到。殿下还是尽快吃下吧，要是迟了，只怕后患无穷了。多谢。母亲，你为了能让儿子活命，连尊严都不要了吗？这是真的解药。傻孩子，表面上看你是没事，在毒雾里待这么久，早就毒入心肺了。来，把药吃了。母亲，你以为母亲就这么点本事吗？隔墙有耳。母亲就在隔壁的房间里，倘若有事，你就大声招呼便是。什么声音？夫人。母亲，母亲去哪里了？夫人，夫人，救我！啊，救我！啊，夫人，你受伤了，是谁伤的你啊？救我！夫人，夫人，你伤得不轻，我现在叫人过来救你。不要动，只怕晃动匕首，就会让伤势更加严重。啊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啊，诸葛公子医术高明，我叫他来救你。不要走，不要走。那可怎么办？你的伤，帮我把匕首拔出来，拔出来。啊，我，啊，快！夫人，我还是叫人过来吧。快！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！他想杀我，夫人。不，殿下，殿下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我，殿下，不是你想的这样。住口！是你叫人引我来这里的。
还在我的糕点里事先下了迷药。我只是劝你接受与诸葛城主的婚约，你竟然对我下死手！夫人，殿下，真的不是我，不是这样的。原来你真的跟诸葛城主有婚约。我真的什么都没做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。我到这里来的时候，夫人就已经倒在了血泊里。殿下，夫人现在伤势这么严重，你还是赶紧带她回去医治才是。回答我！长公，长公，赶快离开这里，要不然还不知道有多少毒气在等着我们。真的不是我，殿下。可是我亲眼看到你把匕首插在我母亲的身上。是夫人，夫人，她叫我帮她把这个匕首拔出来，是她让我帮她的。那你手上的血又怎么解释？殿下，眼见就一定为实吗？殿下与我们的信任就如此脆弱吗？长公，你忘了诸葛无雪的话了吗？为了诸葛无雪，他能不惜一切。我没有。夫人，夫人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？就算夫人你不喜欢我，也不应该用这样的苦肉计来陷害我呀。那你干嘛不敢回答长公的话？你跟诸葛无雪是不是有婚约？你还是不敢回答我。长公，他为了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，他所做的都是为了诸葛无雪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那你活着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没有去连月小筑，反而待在了小春城？那殿下呢？殿下为什么没能到东郊牢房去救我？如果殿下及时赶到救了我，或许我就不会待在小春城。是因为中间出了什么差错，还是因为殿下觉得我根本就是某个人的影子，根本就不值得殿下去救？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的女子，袁千索，我看错你了。千索，夫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殿下，夫人怎么受伤了？诸葛无雪，你跟袁清索还真的是一对儿。他来设计伤害我母亲，你来假装不知情。你们还有什么阴谋？尽管来吧！不许你侮辱清索，他温婉善良，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？再说了，我跟他就要成亲了，你既没了离殇剑，何必去跟你纠缠？说得好，我既没了离殇剑，他自然不用跟我纠缠。诸葛城主，今日所赐，故必会牢记在心，他日故必定加倍奉还。母亲，我们走吧。殿下，清索，殿下，怎么？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你是想知道？你想知道，姑那日为什么没有去东郊地牢救你，反而用离殇剑换回了洛云？因为他值得。从今往后，不要再让我见到你。你不配拥有
小莲一样的脸，你不配拥有和小莲一样的脸，你不配拥有和小莲一样的脸。青锁，人已经走了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青锁，青锁。姑娘，还是让奴婢来吧，你应该歇息一会儿。洛云，你去歇一会儿吧，这儿有我和风儿。长公，我没事。夫人的伤怎么样？回禀殿下，大将军，夫人的伤不必瞒。夫人的伤在要害，匕首刺得很深，虽然暂时并无性命之忧，可也要静养数日才能够下床。夫人的伤怎会如此严重？不惜一切治好夫人，一定要减少夫人所受的痛苦。有什么姑能做的，尽管开口。是。离殇剑，离殇剑重出江湖，只怕盯着这把宝剑的人不在少数。你派人去寻找妙无烟等人的下落，不急于下手，要找好时机，一击即中。是。夫人，姑娘，来，喝口茶吧，刚刚好的，不冷不热，正好入口。袁青锁胆敢刺伤我，洛云，长公孝顺，虽然他不说，可是我知道，他一定从此对青锁死了心。往后他一定会对你好的。夫人，你又何必？从前是端木林，一个无权无势、无勇无谋的孤女，还妄想留在长公身边，现在又来了一个袁青锁。我会把他们彻底清除掉的。长公可是大齐的兰陵郡王，你是齐国的第一美女，又是皇亲贵族，只有你才配得上长公，只有你才能帮他成就一番事业。他终究不是你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真的是因为我没及时赶去救他，就伤害我的母亲，还是真如母亲所讲，他是为了诸葛无血？我不信，
我不相信她是这样的女子。可我眼睁睁看着她握着插在我母亲身上的匕首，到底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？她终究不是你，也只有我。可她却纠缠在诸葛无雪和宇文邕之间。她真的有些让人看不透。我怎么会把她当作是你？九莲，对不起，曾经有那么一刻，我脑海中竟然把她当作你。可是我错了，小莲，只有你才是唯一一个值得我高长恭这辈子深爱的女子。独自为黑夜闪烁，照亮了什么？或许是我好想你，属于自己的传说。用了1000年来看破。还说一笑而过，忽明的承诺，谁还会记得？小莲，小莲，用来解爱情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的蒲公英。天的萤火，化作飞舞的烟火。谢谢四哥哥。那咱们接着去吹吧。好。来。开出另一种结果，解开我们心中7000年的锁，解开我们心中7000年的这里风大，你先回去吧。长公，小莲姑娘柔情似水，心里只有你，她一定也希望你过得开心幸福。洛云并非故意来唠叨你，大夫说缺少一味药，我是想到药铺里找找，恰巧路过。找药才是大夫的事，你不必费心。洛云，其实你原本就不必如此，不必这么费心费力、衣不解带地照顾母亲。你这么说，我更加惭愧了。要不是我，事情也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。这些都是我该做的。我不是要怎么样，我只是想谢谢你的救命之恩。你用离殇剑救回了我，我就算是为奴为婢，也是应该的。只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，并不是因为你，你又何必挂在心上？快回去吧。我知道了。那不是妙无音吗？
娘这么紧跟着本仙子，这是有什么事吗？离殇剑，感情洛云姑娘是想找本仙子算账的，连高长恭都斗不过我。试问你有这个本事吗？仙子是世外高人，不过洛云一条命不值什么。仙子想要，尽管拿去便是。只是我希望你日后不要再做有损郡王府的事情。好大的口气啊！就凭你，也配跟本仙子说这样的话？洛云自知力不能敌，可是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就绝对不会再让你利用我去威胁殿下。人人都说郑洛云是高长恭的红颜知己，照我看，远非如此。郑洛云，我看你是鬼迷了心窍，为了高长恭不顾自己的安危，螳臂当车，自讨苦吃。死，洛云都不怕，还怕什么鬼迷心窍吗？哼，可怜呐，可怜。看在你这份诚心的份上，本仙子不妨发发善心，帮你这个忙。帮忙？对。洛云姑娘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，本仙子了如指掌。这个药丸叫迷情丹，里面有迷情的药物。只要把这颗药丸给高长恭吃下，高长恭就会爱上你，永远不离开你。妙无音，我是喜欢长恭，可是我并不傻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一清二楚。想要再借我的手伤害长恭，你休想。你不傻，那我倒要问问你，离殇剑都已经到了本仙子手里，我为何还要去找高长恭的麻烦？难不成我还觊觎他的郡王之位吗？难怪你在他身边待了这么久都没能俘获他的心。这药丸虽然是稀世奇珍，但本仙子并不在乎，我就当是丢了。要不要用，就看你自己了。姑娘，快去禀报城主。是。城主。青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为什么没伺候他喝药吃东西？城主饶命，奴婢们想尽办法，可是青锁姑娘就是不肯喝药吃饭。出去吧。为什么还是不肯吃药，不肯吃东西？你这样下去，依姑娘此时的情形，一次不吃药就接近元罗殿一分，一次不吃饭就更进生死门一步。在下早就看出来了，姑娘是打算就这么饿死、病死。高长恭在你心里就那么重要，就算他把你踩在脚下，陷进泥里，你也心心念念，忘不了他。那我们呢？就算是自由定亲，就算是在下除了姑娘没有别人，我这10数年到处寻找，日日盼望，难道换来的只是姑娘的不屑一顾？既然在下耗尽心力，为你不惜一切，在你心里，
也没有半点分量。如果有能让姑娘性病痊愈的药方，在下愿用整个小春城去交换。再也不要让我见到你，你不配拥有和小莲一样的脸。公子，听说青锁姑娘不肯吃饭，也不肯吃药，再这么下去，只怕支撑不了几天，青锁姑娘就会香消玉殒了。这都是她自找的，就算是死了，也怪不到我头上。公子是不是该想想办法？如果青锁姑娘就这么死了，事情可就难办了。死？我诸葛无雪还没有办不到的事情。我不让她死，她能死吗？哼！启禀城主，小春城去往金庸城和长安城方向的沿路上，有不少人在活动，看样子是在想方设法打探城里的情形。这么快就来了，消息还蛮灵通的嘛。他们是谁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如此倒好，我倒要看看。这世上除了高长恭，还有谁能让袁清所重新活过来？公子已经想好了计策。我修书一封，你马上派人出城。公子要将书信送到哪里去？深夜出发，沿着去长安城的小路，尽量向前快骑狂奔就是了。就是向前奔吗？对，就是向前奔。想要书信的人，自然会来取。好，启书阁，这是城主亲手所书，万分重要，切切不可丢失。是。找个可靠的人把他送出去。城门我已经打了招呼，他到后便会打开城门，让他沿着去往长安城的小路狂奔便是。到时候自然会有人跟他来拿书信。是。去吧。撤！这封信来得刚好。主上的意思是，宇文邕还在养伤吗？是。大司空自从青锁姑娘失踪之后，既没上朝，也从未踏出大司空府半步。听他们的下人说，大司空不但受了伤，还受了惊吓，现在卧病在床，连走出院子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哦，四弟竟然伤成这样，这就是我这个做兄长的不是了。备马，我要到大司空府去看看。这个袁清所，在大司空府的时候一副高傲的样子，宁折不弯，现在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？居然让高长恭欺负，这也是他自找的，死了活该。原想给他个机会，让他能过上开心的日子，没想到这个丫头又把事情搞得一团糟。主上，依属下看，也怪不得他。那倒没什么。这个袁清所，
在不在大司空府里都是麻烦。主上还是在担心夫人。哦，不，青锁姑娘。担心她？大司空府里哪个女人不比她强？再说了，是她弃大司空府而去，我凭什么担心她？那主上，看来我这病是装不下去了。你说的是大冢仔吧？我们的大冢仔一向多疑，这次袁清所走了以后，不但朝堂上水波不兴，大冢仔也并未驾临大司空府来找我的麻烦，实属反常。我实在猜不透，咱们这位大冢仔心里想的是什么。主上说的是，依属下看，大冢仔也未必能让主上这么一直逍遥下去。就看咱们的大冢仔能忍到几时了。主上，主上，快回到床上，大冢仔来了。主上，该来的终于来了。啊，主上，床在这边，主上。四弟，你我兄弟不必拘泥，何事难以启齿，尽管跟为兄说，为兄必然为你做主。多谢兄长，那小弟就直言不讳了。是青锁的事。青锁？难不成青锁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？兄长冤枉青锁了。青锁自加入大司空府以来，上亲下睦，并没有逾越之举。只是，好，四弟何必吞吞吐吐？前些时候，小弟带青锁去郊游，在路上遇到强盗袭击，青锁他失踪了。哦，竟有这等事情！小弟也曾派人四处打探，至今尚无确切消息。原本想去大冢仔府请罪的，不想多日愁闷，小弟竟然全身发冷，四肢无力，只得以草药调理。今日刚刚好些，正想去大冢仔府，不想兄长先来到了大司空府。怪不得这些日子以来，青锁并未回府省亲，我还以为青锁这丫头嫁入大司空府就乐不思蜀了。兄长不怪小弟。哼，四弟，你是个痴情的人，能为青锁这般付出，为兄知足了。至于青锁的下落，四弟不必担忧，尽你我兄弟之力，一定能找到他。那小弟调集手下，全力配合大冢仔府寻找青锁。只是为兄这次前来还有些别的事情。兄长还有何事？为兄派人守护长安城的关卡，在一名已经身亡的信使身上发现了一封要给四弟的书信。不知道是谁要给四弟写信。多谢兄长。小弟这就看看是谁给小弟的信。四弟，时辰不早了，为兄就不打扰你看信了。袁清所的事情就交给你了，大冢仔府会全力配合。这虎门无犬子，你一定会不负众望的。是，兄长慢走。好。我倒要看看，这个宇文护到底玩什么把戏。主上，青锁姑娘居然在小春城，那这信，这封信大冢仔自然会看过。那会不会是大冢仔有意为之？不会，这封信不是他伪造的，上面的印信很清楚。这下属下就不明白了。如果大冢仔看过书信，就算大冢仔不去小春城救出青锁姑娘，也应当来大司空府兴师问罪。为什么却若无其事地将书信转交给主上呢？这就是咱们大冢仔的高明之处。这烫手的山芋放在谁的手里，都不能放在自己的手里。更何况他还需要一个开路先锋为他出生入死。可这书信上写着，要主上用镇魂珠去换青锁姑娘，期限只有3天。哎，是不是青锁姑娘实在想不出法子，才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了大司空府？不会，
青锁的性子我最清楚，他就算粉身碎骨，也不会出卖别人。一定是他们在他那里没有得到什么好处，所以才猜测青锁将镇魂珠藏在了大司空府。怎么所有人都认为只要青锁姑娘愿意，就能找到镇魂珠呢？这个恐怕要去问问那些居心叵测的人了。主上，要是书信上说的是真的，青锁姑娘恐怕有性命之忧。姑娘，吃饭了。城主，公子，青锁，公子，这丸药真的管用吗？你可别小看这丸药，这可是用千年人参、鹿茸、灵芝几十种极其珍贵的药材做成的，就算不吃饭，也能帮他撑几天。公子真是用心良苦啊！用心良苦也好，怜香惜玉也罢，总之，在我达到目的之前，不容他有事。城主。回禀城主，书信被人劫走之后，就送进了大冢宰府。没有多久，宇文护就去了大司空府。不管别人中不中计，这宇文邕倒想来个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据说大司空府的宇文邕聪颖异常，公子，你说他会不会来？那就看这袁青锁在他心中有几斤几两的分量。主上，前方细作传来消息，青锁姑娘确实在小春城，她进去之后一直没有出来过。那就是说，这封信所写都是真的了。依属下看，这封信并非空穴来风，信中内容如果属实，那青锁姑娘的性命可危在旦夕了。主上，何不先派精锐小队前往小春城？袁青锁一心一意想着跟高长恭远走高飞，弃我于不顾。要说救他，也应该是高长恭出手，还轮不到我。主上，时间不多了，大家都在演戏，演戏谁不会？我倒要看看袁青锁誓死跟随的高长恭怎么个演法。小莲，小莲，我竟然睡着了。你夜以继日的照顾夫人，就算是铁打的，也撑不了这么久。长恭，你先去歇着，我在这儿伺候夫人。不必，
有我就行了。你还是先回去吧。长公，我回去吧。云姑娘，我都替你委屈。再这样下去，什么时候殿下才能明白姑娘的心呢？风儿，好，奴婢不说。殿下就是不公平，看不出谁对他真心真意。奴婢去准备晚饭。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，并不是因为你，所以你又何必挂在心上？夫人这一生病可辛苦大家了。哪里？夫人身子弱，大家必须谨慎，东西啊要做得干净可口些。知道了。云姑娘，参见云姑娘。这是给夫人和殿下做的晚饭吗？是啊，云姑娘，您在房间里等着便是，干嘛到厨房来？这里又脏又乱的。等晚饭做好了，风儿自然会端过去，跟您一起送到夫人房间里。你们下去吧。云姑娘，我想亲手做，你们下去吧。那奴婢陪着姑娘。不用了。这个药丸叫迷情丹，里面有迷情的药物。只要你把它给高长恭吃了，高长恭就会爱上你，永远不离开你。母亲，怎么了？儿子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母亲不戴面具的样子。哎，母亲，慢点。等你成就大业，为娘就不用再戴着这个面具了。母亲，长公一直有话想问母亲。你说，那夜真的是袁清所刺伤了你？怎么？你也怀疑我在说谎？我只是想弄清楚为什么袁清所会有如此手段。以您的身手和计谋，怎么会？袁清所谎称有关离殇剑的秘密要告诉我，把我引到树林，有蒙面人袭击，袁清所假装受伤，我上前查看的时候，他冷不防刺了我一刀。我说过，他在糕点里面下了药，让我四肢无力，因此受伤。蒙面人，我知道，这都是袁清所和诸葛无雪的诡计。那袁清所口口声声说，都是因为我，才害他与诸葛无雪没有得到离殇剑，枉费了他
这段时间在你身上花的心思。长公，你可知道，袁清所在小春城的消息，是诸葛无雪故意散布出来的，目的就是想困住我们母子，好为袁清所一解心头之恨。母亲，不要再说了。长公，小莲早已不在世上，你的梦该醒了。夫人醒了，夫人身子可好？可想吃些东西？正好有点饿了。来，夫人，这可是云姑娘亲手熬的，殿下要不要也来一碗？姑娘的手艺啊，自然不用说。刚刚还没出锅呢，凤儿就闻到香气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凤儿，好，好，好，奴婢不说，请殿下亲自品尝。我是中了迷香了吗？应该昏睡了很久才对。为什么几天没怎么吃东西，反而没觉得那么没力气呢？为什么不吃东西？你以为你这样，高长恭就会关心你，就会来看你吗？你这么折磨自己，他就在乎你了？你到底把我这个未来夫婿放在哪里？是不是你心里只有高长恭，只有他？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能不像现在这么傻？袁清所，我的忍耐是有限的。你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袁清所，你看，这里就是登山坳，后面是碧翼池，在这里登高望远，景色奇美，是小春城最美之处。我一直等着找到你，携手看尽天下美景。都是我一厢情愿罢了。我诸葛无雪，虽然暖不过你的心来，至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。来人，城主，把城中所有的柴火都堆放在下面。城主，您这是？快去！是。你们所有人把城主府所有柴草都堆放在凌霄阁下，快！是。风光无限，美景如画。袁清所，只要你肯活过来，这一切都是你的。诸葛无雪，在你心里不够分量。我还知道，这世上有2个人能让你活过来，一个是高长恭，一个是宇文邕。我分别给他们送了信，就在黄昏，既有分晓。若是高长恭能来，我诸葛无雪道侣相迎，让他把你带走。高长恭，我在他心里什么分量？
不用城主来提醒。但还有宇文邕，我知道镇魂珠就在大司空府。如果他能带着镇魂珠来换你，就算对你情深意重，我也会放你跟他走。他最好也别来。好，我成全你。来人，在下面点火，让他跟这座凌霄阁一起毁灭。就当我从未在火牢救下你。这么多人都找不到镇魂珠的下落，这镇魂珠真的就在大司空府吗？我只知道，高长恭已经对袁清所死了心。我没派人告诉他，高长恭根本就不会来，所以袁清所自然就会对他死了心。至于宇文邕，我虽然不知道镇魂珠究竟在不在大司空府，可以我的观察，只要他确实藏有镇魂珠，必定会来救袁清所。小的不明白，高长恭不来救清所姑娘，是因为刺伤郡王府夫人的仇，为何城主会如此笃定宇文邕会来救清所姑娘呢？不是笃定，是赌一把。赌一把？对，赌一把。那倘若宇文邕不来，城主还会下令点火吗？哼，来与不来，都要点火。我倒要看看，是镇魂珠的分量重，还是他袁清所的分量重。哼，天就快黑了。高长恭没来，宇文邕还算不错。虽然没带着镇魂珠来换人，至少还派了4队人马，妄图攻入小春城，救你出去。你猜结果如何？可他宇文邕小瞧了我小春城，他的4队人马不是在夹道被滚石击溃，就是在城门被乱箭射伤无数，可谓死伤惨重。你猜，宇文邕偷袭失败，会不会真的拿镇魂珠来换你呢？也是，他怎么会舍得拿镇魂珠来救你？镇魂珠是打开天罗地宫的宝物，是天下至宝。他又怎么可能用来换一个曾经背叛他、与高长恭私奔的女人呢？点火！你想知道姑为什么没去救你，反而去用离殇剑换回洛雨？因为他值得。这辈子永远不要让我见到你，你不配拥有跟小莲一样的命。不要再离开我了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一生一世，好不好？别这样，
后悔的。我不会，一切都是梦。他竟然真的点了火。公子，火都烧这么大了，难道公子真的想要星锁公要死吗？我这是在帮他。帮他？公子，简叔不明白。桃花姐姐曾告诉我，千辛万苦走到你的身边，粉身碎骨都走不到你心里。下辈子我转世做你做我一定会好好珍惜，不让你奔波疲惫，心力交瘁，更不会让你绝望心碎。季松，快走，等到高成功，就不要离开他的身边，哪怕是一秒。我不能死，就算是死，我也绝不能死在这里。不要再离开我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一生一世，好不好？别这样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不会。难道我就这样死去？我身世未明，大仇未报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。就是传说中的彼岸花吗？
不要动，你会后悔的。萧无尘，这么快就听出了我的声音，别来无恙啊！不要看我，彼岸花前不见人，我还不想收了你的魂。原来这真的是彼岸花。彼岸花，花红无叶，花开1000年，花落1000年，花叶生生相错，永世都不相见。再也不要让我见到你，你不配拥有跟小莲一样的脸。它是黄泉路上唯一的风景。或许死去的人，就是踏着这凄美艳丽的花朵，通向幽冥之域的吧。袁清锁，你可千万要小心，地下的这些花有剧毒。你怎么会来到这里？不要再问这种没用的话。我此番救你，无非觉得你还算是个聪明的女人。袁清锁，你不是很聪明吗？你告诉我，一个男人如何才能得到一个女人的心？又如何不辜负另外一个女人？这个问题，再聪明的人也没办法给你答案。坚持还是放弃？辜负还是被辜负？都在你自己的一念之间。我劝你一句话：遵从自己的心意，珍惜眼前人。结果如何，其实都没关系。这话真是好听啊，可是未免太过冠冕堂皇了些。袁清锁，世间情爱如何，其实你还是不懂。不过，你既然说出了珍惜二字，这就证明我没有白来救你。你，睡吧，睡一觉就知道该珍惜谁了。